姐，这好好的手机你怎么扔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买了点东西来看看你。这以前都是我照顾你，现在反而成你来看我了。姐，你看你也出月子了，该运动一下了，都有小肚子了。你说的是，我是该运动运动了。下一季的广告还没拍呢，不然这样的话怎么见人呢？那咱们明天去体育馆运动一下怎么样？那儿不像健身房，熟人多，而且环境也要好一些。也好，那就明天去运动运动。谢谢。哎，心情不错啊！你这又是散步又是陪玩的，你们夫妻2个人的虐狗指数有点高了，我得躲你们远点，省得被误伤。你有意见？玩的开心点，完事我来接你吧。拜拜。喂，小芝，我到了。行，咱们更衣室见。怎么才来？赶紧换衣服，我在训练室等你。知道了。不舒服，是不是病了？没有，昨天晚上可能没休息好。我也没休息好。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喂，霍之，你约了江村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江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应该多了解一下，给彼此一个机会。而且我相信江村一定是个好爸爸的。还有，之前 Chris 不是江村的情人，我已经证实过了。不是，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衣服就在你的柜子里，钥匙在你的包里。姐，你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你别想太多，想想孩子。你难道不希望他早日康复吗？姐，江村也应该负起当爸爸的责任啊。就这样。喂。傻子，这剑哪有这么挥的呀？你以为你是在切西瓜？闷不闷？来，我给你摘了，透口气。哎呀，慢点。你看，出汗了。直勾勾盯着我干嘛呀？不认识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平时嘴里说的话没完，今天没声了。江村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不舒服啊？好了，终于要回家了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没什么。我今天啊，路过药店的时候给你买了个这个，怕你走路不方便，试试。这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我脚都看好了，用不上这个。啊，那行，行。要不我试试？王鑫，你还说你不需要这个？也还行啊，走着挺顺手的。还行吗？
挺好，谢谢啊。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啊，是不是下午又偷跑出去干了什么坏事儿，怕我说你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不二，我怕你。那下午去哪儿了？我能去哪儿？我就随便走走啊。你看这个脚都消肿了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你这点医学常识都不懂啊？瞎掰。秦英素，你是不是不想在江家混了你？我怎么了？你还反问我？鲁生生要借咱们家别墅拍广告，是你答应的，你凭什么答应啊？那是我跟爸小时候住的地方，那是我的嫁妆。你说啊，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啊？是我答应的。怎么了？哥，你就算再袒护他，你应该有个限度吧？那是我的嫁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。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同意。喂，姐，你借博儿的别墅拍广告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江家人知道了。哎呀，我本来说瞒着江家的，只告诉你。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了，我只能求你帮忙了。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拍广告？再说了，拍广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既然这样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没有钱付医药费了。我也不想找江家要，我现在脚又受伤了，也拍不了广告。只有你能帮我，不然的话，孩子的医药费就没着落了。不是没钱，你可以跟江村讲啊，江村是孩子的父亲，应该支付医药费啊。我说了，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回去，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？可是博儿不愿意借别墅给你拍广告，那你就去说服他呀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去找江村。你不是说江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？妈，你干嘛呀？喂，喂。唉，看来姐是真着急了，可我……行啊，秦英素，我不借给你别墅，你就缠着我哥去看秀，有200刷子。你嫂子又怎么惹你了？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来气，她以为她最近跟我哥关系好，就能在江家为所欲为了，根本都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爸给我的别墅借去拍广告。幸亏我及时发现，一口给她回绝，拍不成才好，我还不愿意让她出风头。拍广告？你嫂子是模特啊？小野模一个，根本登不上台面的。嫁到我们江家之后呢，倒是拽了起来。要不是人看在她是江太太的面子上，鲁生生能找她代言。说起来，我倒挺好奇的。都说门当户对啊，你嫂子这种人是怎么嫁进你们江家的？这个事儿我得好好的跟你说一说。3年前的时候，我哥出了一场车祸，你不知道秦英素这个狗屎运是有多好。他恰巧救了我哥，我哥康复之后呢，就一心想着要找他，找到他之后还要娶她。最奇葩的是，我爸竟然也同意我哥把秦英素娶进门。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样的事情？我当时都快要气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3年前，车祸？怎么啦？哦，没什么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跟看小说似的。你哥在哪出的车祸？严重吗？好像是在隧道的出口吧，在我哥刚回国不久的时候，当时还挺严重的呢，还上了新闻呢，好多辆车连环相撞。来来来，让我来。小姐，你后背流血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！如果真是那场车祸，那你到底是不是活着？
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？喂，博儿，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一阿姨呀，想买你们那区的别墅，但目前没有找到在售的，所以她想去你那栋看看户型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方便呀，太方便了，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那明天方便吗？我这阿姨啊，她有点急，她想去你那边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她再换别的地方。明天好像是秦素要去拍广告。哎呀，不过没事儿，明天我带你们去，反正房子是我的，我看他敢说一个不字儿。谢谢博儿。别客气啦。不过，陈林生，我觉得你那句话说的真的还挺对的。我把别墅借给秦素之后，我哥果然对我特别好，还给我买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。这个冰激凌是我小时候的味道，现在已经很难找了，他肯定找了特别长时间。那就好了呀，我也希望你和你哥能和平相处，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。哎，这就拍广告啊？我们去看看，不会影响他们吧？怎么会呢？他们要是不高兴的话，我就把他们都轰出去。别忘了，这是我的房子。来了，师傅们都准备好。来吧，呀，这不是霍芝吗？哎，我。王阿姨，先等等，现在还不能确认。好，就这啊。好，准备。哎，来，开始。哎，好，漂亮。哎，开始，好，换个姿势。虽然长得很像，好，但我觉得这不是霍芝。来，我从来没看见过他这个样子。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也许是呢。哎，把它缝一下。人总是会变的呀。好，开始。哎，对。好，抬头，往上看。哎，好。这个人不是霍芝，霍芝背后有个大长疤。萧雅当时还替霍芝去整形院咨询过，医生都说没办法解决。这个人不是霍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猜就是这个陈岭生捣的鬼。我刚拍照的时候，就看他跟王园长一直在那嘀嘀咕咕的。还好我聪明，我就故意给他露背看，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吓死我了！幸亏你来得及时，我就猜你肯定有麻烦，所以一早就在这转悠。没想到你真有问题。那他们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刚拍的时候故意表现得生涩了一点，而且拍完立马就进来了，没给任何人接触我的机会。这次总算是糊弄过去了，那就好。对不起啊，姐，我又差点给你惹麻烦。你也别这么说，姐，谢谢你，都是为了我跟孩子。不过陈岭生啊，你一定得想个办法，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一看那个镜头，我就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哎，快快！叫你吗？不是，不认识。哎，我肚子疼，快带我去厕所吧。去厕所。他那时候的表情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秦素在这教书呢。神神秘秘，
你这到底在怀疑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在怀疑什么。希望我没白忙一场。哎，不是，没见过这个样子。哎，这不秦英素吗？这不，霍之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张总，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王院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谁呀？他怎么叫霍之呢？啊，他曾经是我们这儿的美术老师，4个月以前他已经离职了。你看我忙的，连照片都忘了给他换下来了。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，我想见他。哦，他离职以后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，这可能是与他不愿意想起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有关系吧？不愉快的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呀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他都是我见过最有责任心、最爱这份工作的幼儿教师。这可能是与他在福利院长大有关系吧？福利院？啊，他在婴儿的时候就被人扔到了福利院门口，所以说啊，他特别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他也特别喜欢小孩子。哎呀，只可惜以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了。我去福利院打听过了，霍之确实是个孤儿，从小在这个方舟福利院长大，后来职高毕业，他就进了阳光幼儿园当老师，我又去了幼儿园。但是几个月前啊，他因为当值的时候差一点弄丢了一孩子，被幼儿园解雇了。他弄丢了人家的孩子？没听是差一点啊，孩子没丢。但是孩子指认就是霍之带他离开的幼儿园，孩子他妈非说他是人贩子。最后虽然没什么证据，但是霍之还是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幼儿园，然后就没什么消息了。其实我也不明白了，你说你怎么对这个霍之这么上心？啊，就算他长得特别像秦英素，但是从目前这情况来看，他们俩肯定不是一个人。难不成你有收集癖，想把长得像秦英素的女人全都收集起来？要不是你在开车，我一定一脚就把你踢下去，你信吗？幸亏我在开车呢。我也不知道我想查出什么结果，可自从秦英素失忆以后，很多事情都非常不一样，也包括你自己吧。来，这个给你，别着急，都有啊，都有。这边，给，来，这个给你啊，每个人都菜菜。哟，今天画的真不错啊。江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继续努力。江太太呢？我自己来了。我们本来约好了要来福利院看孩子的，她说她忙，没想到安排您来了。看来您跟孩子们都很熟啊。啊，我对这儿也不是太熟悉，我给你介绍一个熟悉的人认识吧。他是这儿的义工，以前也是在这儿长大的，现在学成归来，准备为这儿出份力。稍等啊。好。哎，小王，过来一下。乖乖的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江村先生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样，你带江总转一下这儿。行。哎，江总，我先去陪孩子了，你们先转一下。好。你俩先逛着啊。江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谢谢。这边请。听说你们福利院原来有个叫霍之的人，是吧？有啊。你们认识？我们不认识，一个朋友认识，想请他到家里当家教。哦。原来他不是幼儿园的教师吗？后来突然联系不上他了，才听说他出了点事情。你们别听新闻乱说，小芝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一直很照顾我们的。就算是她后来独立搬出了福利院，但是她经常回来看这里的孩子的。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那样伤害小孩子的人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也相信他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我们想联系他。你有他的亲人的联系方式吗？我10年前被人领养之后就出国了，我最近也是刚回来。
这情况不是太了解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想起来，我刚回来那几天，有一天冯院长突然特别开心地跟我说小芝姐原来有一个姐姐，已经找到福利院了。你能联系到她吗？这个冯院长没有说。其实小芝姐她一直特别希望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亲人，所以冯院长当时特别开心，他就说小芝姐再也不用孤零零的一个人了，还说终于有人可以照顾她了。啊，这样，这是我的名片啊，有什么事情呢，你及时跟我联系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好。按照小王说的，秦英素应该一早就找到了霍芝，说不定还跟他相认了。霍芝在这儿长大，而秦英素瞒着我在这儿做了2个月的义工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哎呀，这秦英素藏得够深的，可他为什么要瞒着你呢？也许啊，咱们现在都猜错了，万一这些，这都不可能呢，对不对？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，还是侮辱我的智商？我说的是万一的。小王，江总，哎，我刚才又去了冯院长办公室一趟，我找到这个电话，可能是小芝姐的，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？谢谢。您客气。其实我也特别希望能尽快找到小芝姐，她现在应该很难受吧？如果找到她的话，我们会照顾好她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江总。谢谢。查一下。我打了，打过去。这下没有万一了，看来她真的是藏了一个双胞胎姐妹。我不管你约了谁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哎，回家有什么好的？回了家总是有人盯着。要知道，我2个已经很久没有过2人世界了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？我搞什么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要走了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难道你忘了？你穿着性感的内衣，3番4次地敲开我的房门。难道你不记得了？我当然不记得了，我失忆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夫妻嘛，不记得没关系，这都很正常。什么意思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都是你求着我的。以前是以前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当秦素的准备，你不能勉强我。你不是一直想给江家生个孩子吗？你不是还去医院检查自己的身体吗？现在我成全你了，你不愿意了。秦英素不是这样的。我说了，这是个误会。我是去看朋友，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。英素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昨天晚上来的。昨天晚上就来了啊？那你是跟博儿又吵架了吧？啊，没有。跟江村吵了？也不是，主要是我觉得有点闷，正好来陪陪爸，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啊，江太太，锅里煮的什么呀？开锅了。哦，知道了。
阿姨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啊，好。爸爸，你看这2个孩子多可爱呀！小嘴儿，小 baby 啊，就是可爱。哎呀，意思吧？能不能请你朋友呢？过2天吧，把这对双胞胎给抱过来，让我看看，行吗？现在还不行，因为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心脏就有点问题，现在还在医院里呢。哎呦，这么可怜啊！是啊，而且医药费特别的贵，我朋友都快愁坏了。那既然是朋友，那能力所及你就帮一把，那也算是条性命啊！啊，放心吧，爸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你喝酒了？哎，待会儿，那个，爸，要不你先针灸吧？没有，我再看一会儿嘛。你看，哎你还别说呢啊！你看这双胞胎这眉眼之间，我看了就觉得眼熟。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江村小时候？你那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啊！是吧？是啊。我看看谁家的孩子啊？你看，哟，我朋友可爱家吧？的。啊，那你们先针灸吧，我回头再给你看吧。哎，别走啊！这待会儿再。急什么呢？不按时吃药怎么好啊？英子，怎么不敲门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来给你送烧伤膏的。不用了，我都好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放在这儿，有用。就放这儿了。应该没看见我的伤疤吧？张医生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大夫，跟我一起受伤的女孩现在在哪儿？她还有危险吗？啊，她后背受了重伤，但是她现在已经出院了。她还说她不想要出血什么的，所以她没留下姓名。告诉江先生、江太太我来了吗？说了，他们马上就下来。安阿姨来了，赶紧准备饭。哎，阿姨，吃完饭再走啊。不必了，我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我心里觉得委屈。安阿姨，怎么了？这个是江老爷子的药。江太太在疗养院说我给老爷子吃了成分不明的药，还要拿去化验。我临走的时候发现药瓶还在，特意给你们送来了。安阿姨，你想多了。您做了我们家20多年的家庭医生，我们怎么会不相信您呢？既然拿来了，那就化验一下吧。我看谁敢！秦英素，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都敢算计到安阿姨头上了。药瓶上没有标签，爸在疗养院不止1次出了意外，安阿姨都说这是小事情，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。难道你不想知道爸的病情吗？那好，我来告诉你，你爸病情加重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是你给老爷子看孩子的照片，让老爷子误会江村在外面有私生子，所以他才晕倒的。你这么刺激老爷子，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私生子？什么私生子啊？问他吧，就在他手机里。
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私生子？乱七八糟，说清楚。你把手机给我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倒要看看我哥有什么私生子。麻烦你把手机打开，打开呀！其实我就是从网上下载的照片，想哄爸开心，没想到他给误会了，真的是一个误会。你以为一句误会就能解释清楚了吗？秦英素，你想孩子想疯了吧你？别吵了，你们要把这个天花板吵塌了是不是？啊？江家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以后也不许乱说。还有你少说话，给我走。这个秦英素啊，最近老给你爸看那双胞胎的照片，弄得你爸只要一看见你哥，就会说生孩子的事儿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那双胞胎是你哥的私生子呢。就你这样的人还想要孩子，你不配。秦英素不会真的怀孕了吧？不可能啊！她一直吃我给她开的药，她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这事儿也说不准，因为我之前听马杰提过一嘴，好像是在垃圾箱里面看见了秦英素扔的药，当时他以为是不小心掉的。如果说秦英素没有吃你给她开的那些药的话，她怀孕就太有可能了。秦英素有那么精明吗？她比我们想象的精明多了。再说，她知道咱们两个人关系好，就算她不知道这个药有问题，提防着我，她也不会吃的。而且之前我听见她跟我哥吵架，一直在提孩子的事情。难怪她平白无故的老往疗养院跑。还没事老给你爸看双胞胎的照片，一定是她怀孕了。可能是我哥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秦英素去找我爸，让我爸帮她。阿姨怎么来了？啊，刚才啊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安大夫中医诊所做针灸呢。安大夫听说咱俩要见面，说有正事要找你，这不就一起来了吗？阿姨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安大夫坐。我刚才听宋太太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跟来了，不妨碍你们聊天吧？不妨碍。坐吧。好。安大夫啊，对你可关心了，说要好好帮你调理调理。我俩正说这事儿呢，你这电话就打来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其实啊，是你爸让我给你号号脉调理调理，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。哦，难怪我会在青岛医院碰到江太太检查身体，原来早有打算，为了怀孕做准备呀。那安大夫也给江太太调理调理。好，来吧，我来先给你把把脉啊。来。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这身体3年抱2个都没问题啊。那谢谢安阿姨了。不客气。那你们就聊吧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行，谢谢安大夫啊。抱到
到医院干嘛来了？还换了身衣服。我是安一秋啊，你方便吗？我就在你们单位呢，方便的话我去看看你。好。一秋啊，你说，一晃就20年过去了。嗨，前年老同事的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见过你，我还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。说吧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路过。哎呦，我呀还是喜欢原来的你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从来不拐弯抹角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说啊。这个人有印象吗？有人说他在你们医院看病。哦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哥有私生子了，而且是双胞胎。什么？私生子？对。不可能！我在医院看见秦英素了，我托老同事打听，千真万确。秦英素现在就在医院照顾孩子，而且她自称是孩子的妈妈。这秦英素什么时候怀孕的呀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弄错了。这孩子当然不可能是秦英素的，她这么上心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孩子是你哥的私生子。就是不知道秦英素用了什么办法，让你哥抛弃了那个女人，他把孩子抱回家自己养着。秦英素是不是疯了？她才没疯呢，她清醒得很。这2年她一直在吃我给她开的避孕药，所以迟迟怀不上孩子。但他清楚得很，在江家没有孩子就没有地位，所以他宁可抱着别人的孩子巩固他现在的位置。到时候他把孩子往你爸面前一抱，就说是他和江村的。以你爸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能不相信吗？到时候这2个孩子可就是江氏的合法继承人了。就算是冲着孙子的份上，你爸也会把公司交给江村的。可是，就算秦英素想这么做，我哥也不能同意呀。为什么不同意呀？你以为你哥这么多年对你爸言听计从是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江家的家产吗？现在你哥摆明了跟秦英素一条心，你爸有个3长2短，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你。不会的，我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相信他的人品。哎呀，我到底说你什么好啊，我的傻孩子！人是会变的，就算你哥小的时候疼你，可是现在他有秦英素，有他的孩子，人家才是一家人。你本来跟他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到时候秦英素一挑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外面风这么大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保姆呢？我还能自个儿走，用不着人看着。你明知道我们是为了你好。上次那个事情委屈你了，那你也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。我知道，那个秦英素应该没给你好脸色看吧？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。这几天我仔细想了想，以后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别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我江家做了30年的家庭医师，也累了，就到我为止吧。
那江村我会告诉他，以后江家的事业他来掌管，我就不过问了。你是在通知我失业了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你还有诊所啊。再说，我也会留一笔钱给你。你明知道我要的根本就不是钱。你知道，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。还有事吗？你让我去办的事儿我已经办好了。真的要去验 DNA 吗？有些事终究是要做的。你想好了吗？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多少清醒日子了。临死之前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。好，我去。其实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。我之前一直都骗你，其实霍之就是我妹妹英华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也是爸临终前才告诉我的。他说妹妹没死，被他送到了福利院。他一直不敢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去找他，所以才骗你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呢？妈，你想啊，爸这么做也是对的。当年要不是爸爸把妹妹送到了福利院，以咱家当时的条件，妹妹留在家里也是死路一条啊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妹妹病也好了，咱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能有长得这么像呢？那你之前干嘛要骗我？那是因为霍之啊。我刚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特别的恨你跟爸，所以我就没敢说。能不恨吗？是我跟你爸对不起他呀。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已经不恨你了，所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赶紧告诉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，妈？我得去找英华去。你去找她干嘛呀？你们俩一见面一激动，叫江家人看见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听我慢慢说啊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只要我一回江家，就把妹妹送出国，咱们好好的补偿她。我们这一家子刚刚团聚，你怎么就要把她送出国呢？妈，你得为妹妹着想啊！你想，她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，没学历没背景，她以后怎么办呀？哎，我当时是家里条件不行，所以我才早早的出去挣钱。
现在只要我回到江家，我就有能力让妹妹过上好的日子。再说了，妹妹的梦想就是出国留学，咱们得帮她呀。是得好好补偿她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，她跟你一样，一想到一家团聚就不想出国了。可是妈，咱们是为她好，为了她的前途着想，你可得好好劝劝她。我又婚了。婚多久？没多久。不过都吓死我了，刚才那一针下去，要是再不行的话，我就要叫救护车了。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。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，江村不是你亲生的，现在只不过是证实了你心里的想法而已。啊，刚才那个王律师来过电话了，顺便问了一下您的身体状况。我身体好得很，用不着急着宣布遗嘱。哎呀，人家只是问候一下。不过他听说了你的身体状况，给了一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现在江氏内部传言呢，说您身体每况愈下，很多人都已经向江村靠拢了。这2年正好又是江村在打理公司，所以王律师提议，您干脆就把公司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村算了。这样呢，江村也名正言顺，公司也更好打理。我还没死。哎呀，好啦，别生气好不好啊？别生气啊！人家王律师也不知道江村，他不是江家的人，对不对？反正在外人眼里，您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公司迟早都是他的。谁说我一定要把江氏交给江村的？谁规定的？谁规定的？别生气啊！我还有不二的。打电话叫王律师过来。去啊！啊，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安医生，药来了啊，你赶紧照顾老爷子，把药喝了啊。哎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江建国。江家的一切，都只能是博儿的。妈，英华，英华，妈，英华，妈，英华，我的孩子，英华。英华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不该抛弃你。可是英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你一生下来，医生就说你有严重的心脏病。妈那会儿真是害怕了，但凡要是有一点点办法，妈也不会抛弃你的。你跟英素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可是那会儿，妈
妈实在是没本事赚钱去给你治病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病得越来越严重。后来，你爸就把你带去了医院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把你带回来。只是那个时候，妈不是没有怀疑我，妈就想了，就算是你死了，妈也得见你最后一面吧。可是那会儿妈连质问一句你爸的勇气都没有，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。我知道你爸也太累了，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英华，妈不配做你的妈，妈对不起你，妈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我以前也想过，你们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我到底哪儿不好？特别是看到姐姐的时候，我特别恨你们。我就想你们为什么留下她抛弃我？可是我后来看到你跟我姐过得也那么辛苦，我就能体会到你跟妈当时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就不恨你们了，妈，我都不恨你们了。英华，我的好孩子。你说我那会儿干嘛要对你这么凶？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我怎么就没把你认出来？妈，我现在不仅有了姐姐，我还有了妈妈。妈，咱们别哭了，互相忍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。妈不哭了，妈不哭了。英华，妈想，你从小受了这么多的苦，这次又给罂粟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妈就觉得太亏欠你了，我就想着怎么样才能补偿你，所以妈就跟罂粟商量了，我们俩打算等你一离开江家，就送你出国留学，好吗？出国留学？妈，我觉得我留在这儿还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离开江家以后，我可以去福利院教书，我都说好了。英华，这怎么行呢？妈就期望你能到国外好好的念书，然后找一个好人家嫁了，这样妈就安心了。妈，这事有点突然，你能不能让我好好想一想？也行。妈，罂粟，你还有脸来啊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。放手！孩子怎么样了？罂粟，是我不对，在你跟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守在你们身边，对不起。你根本就是怕我跟孩子拖累你吧？你现在还有脸来找我？对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孩子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
我把我的车子、房子还有所有的股票都卖了，这是我所有的钱，你先拿着，咱们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，行吗？我跟孩子都不需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孩子是我秦英素一个人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还有，我马上就要回去做回江太太了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回江家。秦英素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江村不可能接受孩子的。跟你没关系。啊，还有我要告诉你，拜我的好妹妹所赐，江村现在跟秦英素的感情好得不得了，所以说不定我回去几天就可以找个机会把孩子也带回去，然后我们一家4口就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而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永远的在我面前消失。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和孩子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？这是你的报应。一素，我求求你了，算我求求你好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以后会当牛做马还给你的好吗？这样跟你说吧，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过就是个备胎。我现在，我连备胎都不需要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不要再纠缠我。如果真的把我惹急了，我知道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。秦英素，你会后悔的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哇，我到了，行，我上去。什么眼神？王嘉文，我知道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我姐到处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她找我。他应该巴不得这辈子再也别看见我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不会来找江村吧？你找江村有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怕了？黄嘉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难道对我姐还不死心吗？要破坏她跟江村的感情？你在洪德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会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在我姐身边，一直帮助她、照顾她。霍之。你到底了解秦英素？你知道她的过去是怎么样的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还这么相信她。说的严重点，你就是她的帮凶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姐。你信不信无所谓，重点是江村到底信什么？你见到江村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我就是给了他一封快递。你也好，江村也好，只有看了这封快递以后，才能知道秦英素到底是什么人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他应该已经拿到了吧？观赏愉快。进。这儿有一份你的快递，看看。给我的啊，谢谢。哎，帮我把咖啡续上。好。你确定那孩子不是你的？我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吗？怪不得秦英素让霍之顶替他来到江家，原来是偷偷生孩子去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我还一厢情愿地帮着霍之，帮他解释。啊，我相信他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然后被秦英素所利用，
我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串通了来骗我。所以你现在这么生气，是因为秦英素跟别人生了孩子，还是因为霍之欺骗了你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现在想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办。这件事情要让老爷子知道，不能被他知道。爸身体不好，他很在意江家的颜面，我怕他身体抵不住。可你如果不让他知道，你要想跟秦英素离婚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！确实怪我，我怎么可能相信秦英素就是霍之呢？他怎么可能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呢？他怎么可能是呢？哎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谁能想到，这秦英素、霍之他们两个是双胞胎？就怪你当初就认定秦英素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你还非得玩浪漫，死活不肯说出你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你当初要是说出来，啊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我觉得这都是命，是我造成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可是当年霍之的那张脸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我真的做不到去忽视秦英素那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。可是每次当我想去接近他，我想去跟他好好相处，去了解他，就越来越失望。行了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咱们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你刚刚说这孩子不是你，那他到底是谁的？我好像知道这孩子应该是谁的了。黄先生，请坐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肯把那些东西寄给我，就应该知道我会找你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寄的呢？能寄那些东西的一定是秦英素身边的人。秦英素没有朋友，跟我结婚以后，她更是跟之前断了联系，除了你。那你知道秦英素的孩子的爹是谁吗？就是我黄家湾。我可是扎扎实实的给你戴了顶绿帽子。这一点我确实小看了你，可那又代表什么呢？你把那东西寄给我，还不是因为秦英素即便给你生了孩子，她还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所以你想要报复，你想拆穿他。我忍受不了秦英素的那种爱慕虚荣，但是我无法避免我们两个已经结婚的事实。所以我认为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把她留在江家，是对你最大的惩罚。当然，也包括你的孩子。江村儿。不能这么做，黄先生。每一个男人都要为他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你也一样。算我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你的钱我一分也不想要。我求你跟他离婚，把他赶出江家。只要他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退路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不过黄先生，
英俊的外表，美好的年华，人生还长，做出一番事业吧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你回答我，或许我可以考虑你的诉求。终于来找我了啊？怎么，怕了？黄嘉文，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你觉得我秦英素被人威胁怕过吗？以后啊，不要再用这种小伎俩。今天我没见过你，也不知道快递里面的内容。以后再见到秦英素或者霍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还有这个，你收好，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又回到江村身边了。算你聪明，我只是随便卖了一套首饰，就换来这么多钱，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操心孩子的医药费了，因为跟你已经没关系了。秦云素，你知道我从来要的就不是钱。你也知道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。黄嘉文，我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，我才对你这么客气。你知道，我可以随时让你消失的。你是准备用对付江村的方法来对付我，是吗？那江村知道你是怎么对他的吗？黄嘉文，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？你跟他说了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俩只会两败俱伤啊！现在多好啊，你也有钱了，我也可以做回江太太。只要你帮我隐藏这个秘密，我答应你，我每年都让你见一次孩子。秦英素，你放弃吧，江村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可我也没你想的那么蠢。江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他，我或许不会这么选。但是他变了，他已经爱上了秦英素。他爱上的是假扮秦英素的霍之。那也是秦英素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叫霍之走，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。秦素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她是你亲妹妹，你连自己亲妹妹你都要算计。如果是霍之知道你怎么对她的，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是我秦英素把她从福利院带出来的，而且我让她过了半年江太太的好日子，不然的话，她这辈子都别想过这样的日子，你懂吗？我告诉你，没人能破坏我跟江村的感情。霍之不行，你也不行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你怎么来了？爸病了，我能不来吗？保姆也给我打电话了。他也给我打电话了，爸现在怎么样了？进去再说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谁让你告诉他们的？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走人！我走。江村，我是怕耽误你工作。话没说完呢，他不能走，你走。你凭什么开除安阿姨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忍，唯独爸生病了，你瞒着我绝不能忍。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上次爸出来帮你说话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现在爸断断续续已经昏迷3天了，你还不跟我们说，你想干什么？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要不要送去医院啊？转嫁正在来的路上，王秘书去接了，应该快到了。
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安阿姨是爸请回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她？爸已经昏迷3天了，我现在是江家的一家之主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去跟爸交代。可是博儿，江村，我必须要等你爸醒过来。齐英素，我们都别再演戏了，行吗？之前我讨好你是为了安慰我哥，不想我哥因为我们拌嘴的事情而心烦。但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江博儿，现在根本就不是我们解决个人恩怨的时候。爸现在病得那么重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把爸的病治好，让他恢复健康。你还演戏？直截了当的说了吧，准备什么时候把孩子带回江家？孩子？你以为这样就能瞒得过我？我知道我哥在外面有2个孩子，你们打算把他带回江家。你以为这样能骗得了我吗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。孩子是江家的，我当然要带回江家来养。秦英素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孩子是我哥的，不是你的。孩子当然是我秦英素的。你以为把我哥在外面的私生子带回江家，你就能当江家的女主人了是吗？我一定会找到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到时候收拾东西走人的可是你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你也应该害怕了吧？你还不如趁现在赶紧提出离婚，赡养费的问题你随便开口，我江博儿还能为你说好话呢。江博儿，你够了！孩子是江村跟秦英素的，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，我真觉得你智商有问题。你胡说！我天天都跟你在一起，你怀孕我能不知道吗？孩子是我的，刚才就听你们两个吵吵闹闹。你的疑问等爸醒了之后我会告诉你。哥，先走吧。你怎么知道孩子的事情？该知道我自然会知道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有这种自信，敢把孩子带回江家。你的孩子，我当然要带回江家呀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把他放在外面，爸也不会答应的。秦英素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怎么证明那个孩子就是我的？江村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认。好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做亲子鉴定。真是不怕死！怕死我就不会进江家的门。先生、太太，老爷子醒了。江村，你爸现在不能受刺激，孩子的事最好不要说。阿姨，爸这么重的病你都瞒着我们，其他的事儿你也别管了。爸，醒了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？你刚才在外头吵什么吵啊？啊，叽里咕噜的。江村担心您的病，怪我隐瞒了病情，也怪我这件事情没处理好。现在，江村把我开除了。爸，我觉得安阿姨已经不适合做您的私人医生了，我想给您找个更合适的。不用了，不用。爸，这么多年我习惯了。我早说过，爸是离不开安阿姨的。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孩子的事情，那我就索性明说了吧。爸，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我跟江村一直瞒着你，我今天要说。爸现在才刚醒，不适合说这些。我今天一定要说。说。我跟江村有孩子了。再说一次。我跟江村有孩子了。
让你把我送回妈家，你停这儿干嘛呀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再演戏了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我一直瞒着你在外头生了孩子。哎呀，你有什么怒气就冲我来吧，反正我自从失忆以来，在江家也没什么自尊可言，你要骂就骂吧。反正你要对这个孩子负责，你骂就骂吧。干嘛？我自己来。你要跟我解释的事情不止这一件两件，以后慢慢跟我商量吧。我知道你这心里头火大，啊，你看看你都给我扎成什么样了都！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明明知道那2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之前让我去给点医药费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把这孩子带回江家。来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再说我不想连累霍之。整件事情，霍之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他一直觉得那个孩子就是你的，而秦云素就是一个受害者，所以他才会答应假扮秦云素进入江家。这2个人相差那么大，有时候我也不相信他们居然会是亲姐妹。其实霍之也是无辜的，好端端的为了亲情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卷进了我跟秦阳素之间的战斗来。原来你是为了霍之，你就是想让这个霍之全身而退呗。可是你想过你自己没有？映素，又要出去啊？我要回江家。你回江家干什么？既然事情已经拆穿，躲也不是办法，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哎呦，映素，你可别再做傻事了。我现在很清醒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跟江村离婚的，我永远都是江太太。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你是秦素，不然我能是谁啊？终于赶回来面对我了，怎么不准备躲在霍之的身后了？你知道霍之？我以为你这辈子不能回来呢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对，是我让霍之体替我留在江家，而我出去给我戴了顶绿帽子，你出轨，带回来的还是双子。要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好，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江村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爱你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你爱的是江太太的头衔。你当初抛弃了黄家文嫁给我，就应该已经选择了今天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当初是你追我的，是你一定要娶我的。你瞎了，所以我也要为我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哥几个，慢点喝。哎，霍之。老板，是你男朋友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姐夫。真的？你还有个姐姐呢？哎呦，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你是孤儿呢。
哎，那咱得庆祝啊！今晚上我给你们夹菜啊！不用那么客气了。哎，没事，吃着啊。谢谢。哎，好。盯着我干什么？不认识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姐姐的？说不清楚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是霍之，不是秦罂粟。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。我知道你肯定会很生气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的。可是姐姐真的不想骗你，她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姐姐好像真的很不信任你。那你呢？我？你认为我是你姐姐说的那种人吗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不是好人，对姐姐很差。可是后来，江村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也会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你一定要让姐姐还有孩子幸福。来，我敬你，谢谢你原谅姐姐。你只在乎我是不是原谅了你姐姐，没有问我是不是原谅你了。其实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外人，就算你不原谅我，就算了，只要你对姐姐好。你怎么就不肯想想你自己呢？你的婚姻，你的人生，你今后想要的生活，为什么不想呢？为什么？我找我自己的家人，我找了20年，我现在终于找到了，我还能奢望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福利院的很多孩子，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更别说见上一面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。还有，自从我到江家以来，虽然是代替姐姐的位子留在江家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有爸对我特别好，我觉得特别感激。让我有了家的温暖，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。
的面要回你的孩子。那你可要想好了，要是这么干的话，你哥可就颜面扫地了。他用这种方式欺骗我和我爸，他活该。那这么做我有什么好处？喂，1908法，不来后果自负。喂。哟，来了，喝什么？红酒还是咖啡啊？我不是都让你走了吗？你还来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不是应该最清楚？我不是说了你要的我给不了，你是不是要害死我？你说，算我最后劝你一句，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好。你就算逼着江村认了孩子，又能怎么样？江村什么人啊？他能轻易放过你？跟我走吧，好不好？江官给了我一笔钱，够咱俩生活。你别做梦了！我是谁？我是江太太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什么东西，你不是应该最清楚？我是你2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你带着孩子跟我走，要么我现在就出门把我俩关系公之于众。你敢！飞机上吗？刚才说什么？你说孩子不是江村的。小珍，我听见了，你姐姐一直在骗你，她跟江村根本就没什么路，她不愿意回到江家是因为那个孩子是我们俩的私生子。你给我住嘴！小芝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是骗你的，他骗你的。你回答我。孩子到底是不是江村的？先听我解释，你说呀，孩子是不是江村的？首先感谢大家参加我跟江村孩子的满月礼，但是由于孩子的身体临时出了点状况，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。为了表示我跟江村的歉意，接下来的酒宴将会继续。改日我们一定逐一登门致歉，对不起。还没结束呢。嫂子，这满堂宾客的，你说走就走，这不合适吧？博儿，孩子病了，我跟你哥要去医院，这儿就靠你了。哎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给我哥打个电话。不用了，你哥没空。秦英素，你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是吗？到现在了，我哥都没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根本就不想认这2个孩子。江博，给我住口！这儿那么多的人，别丢江家的脸。丢脸的是你秦英素，你敢不敢跟大家说一下，你这2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呀？你住口！不想说是吧？好，有人说，黄嘉文。黄嘉文，你快来说一说这2个孩子是怎么来的。嘉文，别这么对我。黄嘉文，你可别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。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只是在利用你，你连个备胎都不算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嘉文。不好意思，扫了诸位的雅兴。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识我，我是秦英素的经纪人啊，不，准确来说是前经纪人。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还是她的前男友。你住嘴！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保安，他有神经病，给我带走！怕了。
背着江村生下我跟你的孩子的时候，就应该料到一定会有这么一天。对，你们说的没错，孩子不是江村的，是我跟秦英所生的，是我黄嘉文的孩子。这胡说！这是我跟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。如果你们有人有异议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拿去查验。事情的真相就是，当初秦英素为了攀高枝跟我分了手，但是结婚以后又耐不住寂寞，继续跟我交往。你亲口说过，你跟江村很早以前就开始分房睡，你亲口说过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还亲口说过要把孩子带回江家，继承江家的财产。带着孩子来这样金锁，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记得，但是也只有我这样的会傻到相信那些话。我曾经相信过，我相信你的心里面还有我。我也相信你说的，一拿到钱你就会带着我跟孩子远走高飞。但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。到今天为止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，我也好，江村也好，孩子也好，通通都是你的工具。对不起，江村，我没想到我姐一直都在骗我，我也没想到一直都在伤害你，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其实你才是受害者。错了。不是你的错，相信我。你爸的生命体征还算正常，你留在这儿也没用。回去休息吧，有事儿我会通知你的。我就在这陪着他，你一直照顾我爸也累了，还是你回去休息吧。其实你爸现在这个样子，反倒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你的，否则就不是昏迷这么简单了。江村，其实你真的不该走这步。离开我爸爸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跟秦英素很像，可我爸跟我不一样。我了解他，这么多年他之所以没有让你进江家，是因为他最在乎的那个人不是你。江村，你这么说伤害不了我。不要再做任何事了，更不要让博儿在背后做什么。他是无辜的。我今天也把话说清了，希望我爸在醒了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回家了。你为什么又跟着我呀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滚！我让你滚！你滚呀！你滚！
哎呀，你这人，我好心把你捡起来，你怎么骂人啊你？你是设计，陷害我，现在你满意了是不是？你满意了是不是？你滚！我让你滚，滚呀，你滚！你精神病吧你啊？你病行吗你？你算神经病！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哥，秦英素是疯了吗？他在家丢人现眼也就算了，现在网络上都是他发疯的视频，这让我们江家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他以后不是江家人了。明天我去办离婚手续，离婚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哇，你真的肯离婚了？我当初就跟你说，我就不应该娶那个秦英素，你还不听我的。肯离婚就好，想通了就好。哎，对啊，你不会要多给他赡养费吧？这件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，哥。No， 先不聊这个问题。你不要总是逃避问题。我累了，回去了。江总，刚才护士说你也没合眼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我让他一个人静静吧。只要他能想通，肯离婚就是好事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电话响，我帮你接了，是一位姓王的律师打来的，说什么授权书。授权书？嗯。我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？哎呀，我要是知道我哥会跟秦英素离婚，我签那个授权书干嘛呀？我哥知道肯定要责怪我了。什么授权书啊？你跟我去找一趟王叔叔吧。哦。不可能作废，要作废也得等老爷子醒过来。你无权作废委托书。那我自动放弃还不行吗？委托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无权自动放弃，除非你在继承江家财产之后，按照法律程序来选择自动放弃。不是。这样不合理呀！我有自由，我为什么不能放弃？我哥比我会经营公司，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签了字。王律师，您跟我爸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一口一口叫您王叔叔，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？我通融不了。我除了和你爸是老朋友，我还是个律师。那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，我这个东西还一辈子不能改了。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还要看事情发展而定。我觉得你爸当初立下委托书，必定有他的用意。我当时怎么那么冲动啊？你看看文件上加的离婚赡养费，
你说最关心的是这个，我拟定的数字应该可以让秦英素和孩子衣食无忧。你呢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江村，算我求你，可不可以不要离婚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来说很过分，可是我姐现在的精神状况真的很不好，我怕她再受刺激，她肯定会不行的。要知道，我跟她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所以这婚肯定是要离的。我知道，只是暂时不要跟她离婚，你们可以分居，我姐在外面带着孩子，她是不会去打扰你的。只是，要是现在跟她离婚，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。网上的视频你也看过了，她平常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她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。万一她又是演戏呢？万一她又想骗你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相信我这一次。姐姐状况真的很不好，以前不管怎么样，她都不会不管孩子的，现在她连孩子都不管，就会在屋里哭。算我求求你了，江村，给她一点时间吧。从法律角度来说，就算秦英素真的精神出现问题，只要能证明你们两个感情出现破裂，就算是打官司，你的胜率也会比较大的。但从人情上来讲，江村，我也建议你缓一缓。毕竟江家有头有脸，如果你跟秦英素离婚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必定会有不少媒体关注。如果让他们知道你在秦英素精神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跟她离婚，对你、对江家的声誉都会有影响。江村，真的谢谢你。怎么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帮着你姐？其实我是不想再看到妈这么伤心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知道我很自私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只能选择姐和妈。你呢？最近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平平淡淡，但却很踏实。我觉得这就是霍之应该有的生活吧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不要再管秦英素的事儿了，只会让你更受伤。我知道，这么说也是白说。或许你可以这样答应我：今后不管我跟秦英素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，不要责备自己。您找我是因为离婚的事儿吧？不是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我得通知你。早上我收到一份医院开的证明，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。鉴于现在情况特殊，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，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。什么委托书？老爷子得病之前，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。这份文件是交代，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，将由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。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？博儿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爸现在公布的话，博儿心里会接受不了。江村，你听我说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江氏地产公司委托人不是你，是江博儿。其实我早该告诉你，但你知道，我和你爸是30年的老交情，我心疼你，我还要守住职业操守，我也很为难。老爷子怎么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儿呢？他看得懂什么是合同吗？一个连合同都……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老爷子再糊涂也不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儿，肯定有人在里边暗中捣鬼。
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谁在里边暗中捣鬼。你不能跟江博撕破脸，你知道吗？钥匙给我。干嘛？给我。干嘛？喂，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很想你。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。你说爸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好想你。没错，我又是来告挖庄。我其实从你走了以后，江家连个江家的样子都没有，我觉得很冷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他可以去当博二，他可以不爱我。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，我开公司，我辛苦的工作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是你妈吗？长得真好看，你像你妈妈。对，从小大家都这么说，我爸也常这么说。我听方秘书说了，你还好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小到大，爸对我都是这样。别人都说他对我的严厉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，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，所以他对我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可我感觉不到，我心里清楚，我每次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睛里总是好像带着一丝怒火，还有一丝怀疑。怎么会呢？你会不会太敏感了呢？我自己心里知道，他从来没有像滕博二一样疼过我，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。我惹他生气，即便他打我骂我，可就在那些时候，我才能感，我在他心里还像是个儿子。那你这些话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？说也没用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。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认可，可我没想到是这种结果。我觉得你先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，天底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？我想等爸醒过来之后，
你当面问他。现在不要否定他，也不要否定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给妈上炷香吧。来。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他会知道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的人 ，So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那就用爱来交换。这个博尔啊，找了你一整天，要不你先去趟公司，或者给他打个电话也行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你说这老爷子真是的，知道疼博尔，可是也不至于办这么糊涂的事儿。这事得问安一秋了，毕竟我爸病了这么多年，是安一秋在陪着他。你的意思是安一秋在背后捣鬼？可是他也知道这江博儿毕竟是你的妹妹，对不对？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帮我查一下，安一秋进入江家之前他在干什么？还有，再查一下博儿的身世。你怀疑什么呢？我不确定，但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，所以我自己查。好。阿杰，你看我这个是不是煎的有点太老了？挺好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江村不喜欢吃老的，我再煎一个。哦，没事儿，嗨，只要是你亲手做的，先生都会喜欢的。是吗？嗯。你呀，失忆以后啊，学会煮饭了，而且煮的还挺好。先生啊，最喜欢吃你包的那个鲜虾馄饨了。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失忆以后的我呀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您失忆以后啊，跟先生的感情和好了。可是没想到啊。江村，你醒了，来吃早饭吧，我给你准备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还没离婚，这儿也是我家呀。那就签字离婚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现在又要往医院跑，公司也离不开你，我是想帮你分担一下。不用，你唯一能帮我的就是尽快的签字离婚，明白吗？先生，英素也挺不容易的，一大早上天没亮就起来给你做早餐。您生病那会儿啊，英素成宿的不睡觉陪着您。霍之，
是霍之对吗？他根本就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单纯。江村，江村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他嫉妒我，他嫉妒我嫁给你，他就是处心积虑要抢走我的一切。本来我还答应了霍之，说离婚的事情可以暂缓一下。现在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必须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到时候如果你不签，我们法庭见。江村，江村，江村！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？你就是霍之吧？之前在江家跟我顶嘴的人就是你吧？我料那个秦英素借他2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知道陈鼎盛都跟你说了，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。不过有一点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跟陈鼎盛已经彻底分手，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。我找他，也是为了有个了断。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，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我？这个我心里很有数。江博儿，这事儿你误会了，你哥根本就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哥关系这么好了？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，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，真可惜啊！如果我哥3年前遇到的是你，而不是秦英素的话，我想你们俩在一起会更有默契吧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不明白吗？3年前在高架桥上那场车祸，你应该记得吧？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，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，我没说错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，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的。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是吗？因为你救的那个人就是我哥江村。自从3年前那场车祸过后，我哥就一直在找你，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一直转的秦英素，他误以为是你，就准备要娶秦英素，不管我爸怎么反对，他都很坚定。可是我哥不知道，他娶错了人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江子文跟我说过，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。秦英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为了能让你心甘情愿地留在江家帮他打掩护，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，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，而且他还买通了幼儿园的保洁阿姨。这钱你拿着，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，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，知道吗？好。不可能，那个时候我跟他还没有相认呢。可是秦英素早就找到了你，你以为你跟陈立生分手跟他没有关系吗？陈立生的妈妈为什么一口咬定是你劈的腿？谁让我儿子天天喜欢你呢？可是你现在脚踏2只船，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呢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他是无中生有吗？你以为秦英素在认识你之后才开始利用你的吗？其实他自从知道有你这个人开始，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。他跟你相认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姐妹之情，完全就是为了保住他在江家江太太的地位。你别说了，我不相信，我一个字都不相信。霍之，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，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。怎么样，被自己亲姐姐骗了都不知道？我本来以为我看到你会很愤怒，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只有可怜。被最亲的人骗是什么滋味啊？安医生来了。安阿姨啊，我爸不在，在医院躺着呢。我二也不在，走吧。
我是来找你的，别那么看着我。我说过了，等你爸醒了，如果他开口让我走，我绝不会赖在你们江家。但是你现在想赶我走，恐怕还没这个资格。你以为你撺掇着我爸把公司给了博二，江家的事儿我就说了不算了？你别忘了，即便我不是江氏的董事长，我依然是江家的长子。江家的长子？江村，你以为你爸为什么把公司交给博二啊？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怀疑过。虽然那时候你很小，但我想你应该记得，你爸跟你妈关系并不好。那又怎样呢？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妈背叛了你爸，你根本就不是你爸的亲生骨肉，你是你妈跟其他的男人在外面生的野种。安一修，我警告你，不许侮辱我的母亲。侮辱你母亲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不然你以为你爸为什么这么多年这样待你？你爸为什么又把公司交给博二啊？好了，江村，我知道这些事都不怪你，这都是上一代人的恩怨了。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江家的一切本来就不属于你，你没有资格跟博二争。那又怎样呢？即便我不是我爸亲生的，博二也是抱养的，我们还是一样的。你又错了，博二才是你爸的亲生骨肉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太小看我在你爸心中的地位了。你们江家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？那我就想不通了。阿姨，你在我爸的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，为什么我爸只肯认这个亲生女儿，而不肯认这个妈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早就知道博二是我爸亲生的，我还知道你就是他的亲生母亲。不可能！你爸告诉你的？果然是你！你诈我！也算不上诈，我只知道博二是我爸亲生的，但我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。方秘书帮我查到，我爸在去福利院领养博二之前的1年，你在那个城市出现过，而就在那一年，你从医院辞职，成为了我们家的私人医生，成为了我们的安阿姨。安阿姨，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的话，结果只有一个。本来我想找个机会试探一下，没想到你今天自己来了。好你个江村，算你狠！彼此彼此，比比皆开。切开了又怎么样？你爸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昏迷，公司迟早都是博二的。博二，哥，你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博儿，博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们都是骗子！博儿，博儿，你听我解释。博儿，博儿。
你好。麻烦您先拿开。请您拿好。哎，江太太，您的包和鞋子不要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小智，哎，小智，你姐在百货公司购物呢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呦，她生病以后，我就把她关联的银行卡呀、会员卡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改成我的了。我是怕她乱花钱，你看她一连刷了好几笔呢。行，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拿着你的手机去找她。你在家带孩子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就给你打家里电话。哎，好。我是罂粟，马姐。啊，罂粟，你回来了。江村在家吗？在。怎么又来了？赶紧去换身衣服吧，带上结婚证，我们去离婚办事处。我的手机一直响，我能接个电话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离婚听你的，其他的听我的。我不希望有别人打扰我们。你现在走的路不对啊！离婚事务所在反方向。你还真以为我会带你去离婚办事处啊？秦罂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怕了。你要是不想离婚，你先送我回去。什么时候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好吧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是夫妻，你是我丈夫，可是你老婆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。停车！我现在要下车，我叫你停车！停车！当初是你先招惹我，是你死缠烂打要跟我在一起。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我当然接受了。哪个有钱又帅的男人会被女人拒绝呢？江村，我当初跟你求婚也可以拒绝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我？你答应我就应该负责任。我找的是霍之，不是你。我承认我们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。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，是你找到霍之了，所以你就要甩开我。我告诉你不可能，下辈子吧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可以平心静气的谈，好吗？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讲，我保证，我可以满足你跟孩子今后的生活，行吗？我要的不是钱，我承认，我当初看中的是你的钱。你疯了！可是后来，你疯了！后来我发现我爱的是你的人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精神有问题，你精神有问题，你该去看医生。我没有问题，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喂，江博儿，是不是找到我哥了？还没有，我怀疑他们有可能去了胶中湾隧道，我哥出车祸的地方。他去那儿了。疯了！停车！你疯了！你不想活了？当然想活，是你们不让我活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死。快点，好！好。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停车！我要下车！现在停车还来得及，停车！靠边停车！3年前我没有救你，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我现在为了证明我爱你。
新鲜的。博儿，雨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当然是来找我哥了。你们可真行啊，背着我联系我哥。要不是我从方秘书那威逼利诱问出来的话，我现在还蒙在鼓里了。那找到了吗？你来晚了，说江村离开了，不知道去哪。你确定那个人是江村吗？确定。船上人说，1个月前在岸边发现江村，可江村醒来却什么都不记得。什么叫什么也不记得了？就是失忆了。你是装的，我哥是真的。对之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一无所知，所以才不想相认。失忆。到这边了。怎么样？你看看照的还不错吧？回头我洗几张给你。谢谢。跟我们客气什么呀？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时欢迎你来。哎，江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您是？冯院长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呀？我哥他到底在不在啊？他在宿舍里吗？哎呀，你们来晚了，江村刚走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不是说好了在这儿见面的吗？你让我照顾他，我就跟他聊啊，聊来聊去。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他了，然后他知道你跟秦英素是双胞胎，又打听秦英素的下落，还问了江家的一些情况，然后这人就不见了。你全都告诉他了？他非要问我，我只能告诉他了。反正啊，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哥又没有手机，怎么联系到他呀？别着急，他会联络我们的啊。是我害死了他，是我害死了他。是我的错。你是秦英素？你认识我吗？是我。是我的错。该吃药了，来，伸出手来，乖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？哦，他是秦英素的丈夫。哦，来，张嘴。好乖。是我的错。
那天找我的人是你吧？我记下了你的电话号码。要不是陪着你看青罂粟啊，要不是你现在坐在副驾驶上，我真不敢相信江村你会失忆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先把你安顿好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的家人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现在可以相信的人，只有我。一会儿这个会议之前，你得把这些都吃到肚子里，啊！哎，你说你失忆就失忆呗，怎么连智商也没了？你以前跟我说话就这么没上没下、没大没小的吗？你别说，就你骂我这样子，倒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！来了。霍芝对吗？你跟你的姐姐真的是像极了。你以前也这么说过。她跟我说你特别了解我，正想跟你聊聊。来，请坐。我们不是很熟，对你不是很了解。你看你，你不是说她很了解我吗？比你还了解。不是，霍芝，你说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妈让我过来看看江村是不是平安没事儿。我看到了，很健康，就放心了。哎，不用追了。不是，他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坐吧。为什么这个防水层的施工跟他们的效果图里是不一致的？怎么来了？或者，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让你跟江村好好聊聊，可你跟他说你们俩不熟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看到他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你这哭呢还是笑呢？啊？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老死不相往来了，是不是？以后在江村面前不要提起我，我在江家发生的一切也要瞒着他。为什么呀？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，忘记了过去才能重新开始。对我也一样。或者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啊，你就是现在想离开，想退出，对不对？反正江村回来了，现在能帮助他的人也不少你一个，是不是？他身边有你就够了。我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，他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你这是说你呢，还是说我呢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拜托你。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亲子鉴定，他跟博二的，不知道他放哪儿了，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然后给江叔说。你还做过这个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他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没资格了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把这份亲子鉴定给江叔说。还有什么话说？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是这么的相信你，把一切所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，结果你居然骗我！方秘书把这份清楚报告交给我的时候，当时我还以为我弄错了，后来我才想明白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你从一开始你就打算陷害江村，啊？是，
我就是打算害江村。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。30年了，江建国30年了，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、折磨、绝望和崩溃吗？你，啊！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，你！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夺回她应该得到的一切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，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，我不会阻拦。是你自己你不愿意离开，是你给了我希望，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关系不好，是你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，我一次一次的安慰你，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因为你，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，我把我大好前程都不要了，我拼了命的给你生下了女儿，可是你怎么对我，怎么对果儿的？你甚至都不敢承认果儿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开始你就知道，我有妻子，我有儿子，我从来也没骗过你，我更没有强迫过你。有强迫？你太可笑了吧，江建国！你一句话，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掉了。你从一开始就把结果都想好了，是吗？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爱上你，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那么痛苦，我心疼你。我想给你安慰，给你温暖，给你爱，给你一个家。太天真了，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想过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。直到你太太去世，我才发现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江建国，30年呀，30年的青春，30年的金玉篱下，忍辱负重，都没能换来你一丝一毫的愧疚和感动。你是什么样的铁石心肠啊？你把一切都留给江村的时候，你想没想过我？想过博儿吗？没有。所以我才要把属于博儿的一切，我要亲手夺回来。江建国，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，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，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，逼成一个魔鬼。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我恨死你了！秋，你换了我的药，给我下针让我昏迷，
这些我都可以当作不知道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他，你不可以侮辱他，我不许你侮辱他。我这一辈子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，我就是后悔，我误会了他心里还有别的人，以至于让他最后含恨而死。所以现在，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，诋毁我们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许你诋毁他。爸，你说什么？是他害得你昏迷不醒是吗？我醒来以后，医生仔细把这个我昏迷的原因告诉我，能够轻而易举做到这件事情的，也只有我这位私人医生安以秋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这么狠毒？你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为什么？你别叫我！你别叫我！你不配！我要报警！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付出代价！不管怎么说，她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她不是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，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。那你满意了吗？你满意了吗？火志，好巧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。我给你打过电话，你没接，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。可能我没有存你的新电话吧。你过得好吗？我明天就要出国了，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所以约了不少朋友，待会儿还要去见最后一个。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再见。谢谢这寂寞孤单，谢谢让我们成长，不算伤。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，笑得灿烂，哭得夸张，你是答案。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我们都要一个安全
就跟我说过，等我结婚的时候会送我特别漂亮的烟花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。哥，你找到记忆了？我要不是找到记忆，怎么可能想到送这么大的礼物给你？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的人 ，So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。 那就用爱来交换，那就用爱来交换。